上辈子我被继妹和男友联手卖进了大山，受尽屈辱。这辈子我重生到继妹刚进我家的时候，装白莲花，我比你更白莲。抢男朋友，那个垃圾就送你了。耍脏手段，看我见招拆招，全报应在你们自己身上。什么？又想把我卖进山里？不，这次还是你们自己进去吧。再睁开眼，我竟然回到了父亲再婚的婚宴现场。就是这一天，我一切痛苦的源头。林萱草，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我握紧了拳头，但现在我正被关在这个杂物间里，无法出去。上辈子我被林萱草遣人骗到了这里，就是因为被关在这，我根本不能换上礼服，带上珠宝。等到我被放出来，全体宾客都已到场了。理所当然的，我成为了林萱草身边的一滩泥。在我身旁闪闪发光的林萱草得到了 A 市豪门圈的交口称赞。我绝不能让这一切再次发生。我走到窗边，望了望外面，还好只是2楼。没想到曾经那个懦弱良善的林雨薇，现在都敢跳楼了。我忍不住讥讽了一句曾经的自己，然后义无反顾跳了下去。娇生惯养的手掌被地上的沙土划得惨不忍睹，但这远没有我上辈子在大山里被人当作牲畜般虐打来的疼。我赶紧偷偷溜回了自己的房间，一边回忆着上辈子林萱草的造型，一边翻找着自己的衣柜。林萱草长相清纯，上辈子那件白色缎面低鱼尾裙衬得她像高不可攀的女神。我定了定神，找出一件妈妈留给我的红色礼服，她曾夸我穿得很好看。想起妈妈，我禁不住流下了泪。我一定要把我受过的苦统统还给林萱草。我躲在楼梯口，静静听着林萱草在楼下说着祝词。等她即将说出最后一句时，我缓缓从楼梯上走下。这一刻，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我的身上。我看见上辈子嘲笑我穿了块抹布的李家千金向我投来赞赏的目光，也看见上辈子故意戏弄我，邀请没有穿礼服的我跳舞的魏少爷眼里的惊艳。但我最满意的是林萱草那因为惊讶、嫉妒而扭曲的面庞。我的笑容愈发端庄甜美。这一次，你林萱草沦为了我的绿叶。我优雅地、缓缓地靠近林萱草。林萱草刻意地挤出可怜兮兮的笑容。姐姐，你怎么来得这么晚？是不是不满意妈妈和我，还在生我们的气？都是我们的错，但你别怪爸爸。我直接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他不敢置信一般的捂住脸，但不小心得意勾起的嘴角却暴露了他的真实心思。萱草，你在说什么？明明是你让我别出现在这里。我知道你担心我看见阿姨和爸爸结婚会伤心，但是你误会我了，我是真心祝福爸爸和阿姨的。林萱草愣住了，似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阿姨曾经在病床前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妈妈，我应当感激她的。什么？老林娶的是照顾宋静茹的护士？那他们岂不是在宋静茹病床前就搞上了？看不出来老林这么不挑啊。也是，听说老林当初是入赘进宋家，宋静茹又那么厉害，老林估计受了不少辱。难怪现在要娶这么个玩意，估计很会伏地做小吧。这女人带来的拖油瓶脸皮可真厚，刚才看她讲话那架势，我还以为她是林家大小姐呢。刚刚还打算让我儿子多跟她交流交流，还好没来得及。啊，她那一副小家子样哪里像个千金大小姐啊？在场的宾客开始窃窃私语，林萱草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我那血缘上的父亲咬牙切齿地低声对我说：“雨薇，你赶紧给我闭上嘴。”我笑了笑，既然目的已经达到，我也就没再继续，施施然入了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宣誓的环节。尴尬的主持人赶紧 Q 了下流程。这时，我感受到一道特别专注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没有回头，漫不经心地看着台上强颜欢笑的3个人。毕竟这样的目光我再熟悉不过了。
林萱草的男友席洪峰。哦不，现在还是我的男朋友。萱萱，这个女人已经再也威胁不到你了。席洪峰情深意切地对着林萱草说。林萱草将头靠近席洪峰怀里，娇滴滴地说：席大哥，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坏了？虽然姐姐总是想害我，但看她这个样子，我真是心疼。你就是太心软了，这种女人必须得到教训，更何况不这样，你怎么能继承他妈留给她的财产呢？席大哥，谢谢你，总是这么为我着想。小傻瓜，我不疼你还能疼谁？你可是好几天没满足我了。今天晚上，席洪峰暧昧地抱住了林萱草。林萱草娇羞地回报：大色狼。而在他们的对面，我正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挨打。死蹄子，你已经是个破鞋了，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还不肯老老实实的服侍老子，竟然敢咬老子，我打死你！我躺在地上遍体鳞伤，被卖进山里之后，长时间挨打让我动一下都浑身疼痛，可我的心里憋着一团火。我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向那对狗男女冲去，和林萱草扭打了起来。他骑在我的身上，用他长长的指甲抓着我的脸，一记又一记耳光打在我的脸上。姐姐，你这张漂亮脸蛋我可是嫉妒好久了，终于毁掉了，哈哈哈哈！林萱草得意地大笑着。我逐渐失去了意识，记忆里的最后一幕是买了我的那个村民向林谢二人点头哈腰的样子。我闭了闭眼，席洪峰坐到了我的身旁，并握住了我的手。雨薇，你今晚好美。我假装娇羞地笑了笑，不动声色地将手抽了出来。是吗？我刚刚看到你盯着萱草，眼睛动都不动呢。席洪峰尴尬理顺。哪有，只是他刚刚在讲话而已。再说他哪比得上你呀？突然灯光暗了下来，悠扬的音乐声奏起。洪峰，我们去跳舞吧。当然，能和美丽的女士跳舞是我的荣幸。接着他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向我做出了邀请的手势。整个跳舞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踩着席洪峰的脚。雨薇，你怎么回事？啊，抱歉，可能是这双鞋子有些不合脚，很痛吗？没事。看着他禁不住龇牙咧嘴的表情，我满意极了。一曲舞毕，席洪峰再也顾不得其他，赶紧找了个位置坐下。我假装心疼地跟了过去。洪峰，没事吧？怎么会没事？疼死啊！没有，我只是有点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啊，那你可真是有点废物呢，男人可不能这么容易累。我朝他笑了笑，说完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等着吧，以后你只能累到趴下，动都动不了。我暗自想着。婚宴结束之后，我那父亲刚刚陪着笑脸送完宾客，就气势汹汹地朝我骂道：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面说那些？你把我的面子往哪搁？你这么说，让你阿姨、你妹妹以后怎么在圈子里做人？你可真是和你那个妈一样，我真是生了个祸害。说到气急之时，他竟抬手想打我一巴掌。笑话，我从地狱门前走了一趟，怎么能让他打我？我刚想侧身躲开，却没想到林萱草突然冲了出来，挡在了我前面。巴掌落在了林萱草的脸上，她的半边脸一下就紫红一片。我这凤凰男父亲对我下手可真狠啊！我好整以暇地等着林萱草的表演，毕竟这可是这朵黑心莲的老套路了。果然，林萱草捂着脸对父亲情真意切地说道：爸爸，别怪姐姐，她只是太伤心了，她一定还没能接受我和妈妈。她走到我跟前：姐姐，我从小就渴望有个姐姐，我是真心的，你有什么脾气都冲着我来好了，别再让爸爸生气了。说着说着，林萱草握住了我的手，一脸真诚地望着我。突然她注意到了我手掌上的擦伤。天啊，姐姐这是怎么弄伤的？让我来给你上药。说完就急匆匆找出了药箱，拿出一瓶药水做事要给我涂。我没阻止。
父亲叹了口气说道：“你看看你妹妹多懂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想着你。我和你阿姨结婚已经是事实了，你不要再搞那些小动作，试图来破坏了。好好跟你妹妹相处。”我突然反握住林萱草给我上药的手，萱草妹妹，我知道你关心我，是我小气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你看你的脸都肿了，你怎么这么傻过来帮我挡，让我来给你上药？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我没有拿他那瓶药水，而是从药箱里拿出了一瓶药油。林萱草似乎偷偷松了口气，我在他肿起的半边脸上均匀地涂了一层药油。我和林萱草相视一笑，我知道他一定还沉浸在算计到我的喜悦中。他不会想到我上辈子就体会过他的伎俩，这一次我早已替换了药。希望他能满意我给他的脸添加的一些色彩。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从抽屉里翻出了先前藏好的药水，思绪飘回从前。林萱草到我家之后几个月领回了一条狗，那条狗一直很乖，我常常遛它，和它一起玩。或许是因为一直是我在照顾狗狗，而林萱草忙着在二代圈子里交际，狗狗渐渐变得和我更亲些。但是某天在我遛狗的时候，狗狗突然变得很兴奋，并且咬向了我。我的腿上留下了很大一块伤疤。更让我伤心的是，狗狗被安乐死了。在我正伤心的时候，林萱草突然带着药来向我道歉。他说毕竟是他的狗，让我受伤了他一定要负责。他说那瓶药水是他请了国医圣手开的房子，坚持使用一定能祛疤。看着他一脸歉疚的样子，当时那个傻傻的我信了。林萱草每晚都会来帮我上药，可我腿上的疤却完全不见好，反反复复溃烂着。林萱草一直安慰我说，这个药要想见效是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我又信了他，每天忍受着伤口钻心的疼痛，最后疤痕直接变成黑紫色的烂疮。直到后来我偶然听到林萱草打电话，我才知道原来都是他设下的局。狗狗被他暗中训练了，药也是他早早备下的，只为了害我。我直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林萱草因为嫉妒我能做出多恶毒的事，可是当时醒悟得太晚了。好在如今还来得及，我早已将药水混进了那瓶药油里。这次我要林萱草自尝恶果。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席洪峰。雨薇，休息了吗？还没呢。洪峰，今天我没把你踩疼吧？席洪峰的声音似是扭曲了一瞬。怎么会呢？你这么轻，踩得我一点都不疼。我在心里冷笑，但嘴上却甜蜜地继续道歉。我一定踩疼你了，洪峰哥，我真是抱歉，我请你吃饭赔罪吧。怎么能让女士约我呢？明天我来接你，我订了烛光晚餐，我答应了席洪峰。明天又是一场好戏，我又打了一通电话。看着对面人发来的联系方式，我带着久违了的轻松心情躺上床。席洪峰来接我的时候，林萱草刚好也在。他很惊慌地想避开，似乎是不想让席洪峰看到他现在的脸。我赶紧拉住了他。我仔细瞧了瞧，他脸的状况似乎比昨晚更严重了些。我故意问他，萱草，你的脸好些了吗？他垂着头嗫嚅道，没有，我的脸没怎么样，不打扰你和洪峰哥了，我先回房了。我刻意拦住他。不行，萱草，你让姐姐看看，昨晚上肿得那么厉害。我将他拉到席洪峰跟前，特意拨开他遮住脸庞的头发，他半边脸上一片深红的斑痕。我清晰地看见席洪峰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与厌恶，但他还是故作谦谦地问道，萱草妹妹的脸这是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严重？林萱草更加惊慌地低下了头，她第一次撕下了白莲花的面具，重重甩开了我的手，跑回了楼上。我故作担忧地对席洪峰说道，萱草昨晚上被爸爸打了，脸上伤得好严重，我想给他上药，可他却不领情。真拿他没办法。席洪峰揽住我的肩膀，别管他了，别让他影响了我们的约会。听见他这话，我假意害羞地笑了一下。
他按在我肩膀上的手简直让我恶心的想吐。席红枫领着我去了他预定好的餐厅，餐桌上他一直诉说着自己创业的不易，我随意附和着。我知道他想从我爸这拿到投资，但我爸那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一直以我们俩的关系还没确定下来为由推拒着，也因此席红枫一直想与我生米煮成熟饭，但他还一直没能得到我，所以他常常以约会为名头约我去酒店。果不其然，用完餐后，他说准备了惊喜给我，要我跟他走。我欣然同意了。我也准备了惊喜给你呢。推开酒店房门，里面摆满了粉红色的气球，并且铺满了昂贵的卡罗拉红玫瑰。席红枫从我的身后缓缓圈住了我，可惜一切并没有如他预料。我马上把他推开了。天哪，你忘了吗？我对玫瑰过敏，我假装怒气冲冲的要离开。席红枫慌了一下，急忙跟着我到了门外。雨薇，你没和我说过呀，你别走，我们换间房。看得出来，席红枫很怕错过能和我生米煮成熟饭的机会。不过我也很怕错过这次机会就是了。我顺着席红枫的话，我要换家酒店，待在这里总感觉空气里有玫瑰花的味道。席红枫当然是任由我怎样。于是我顺利地将席红枫带到了我事先预定好的酒店。我在房间里安装上了高清隐藏摄像头，打算好好拍下席红枫的影视大作。进了房间，我明显感觉到席红枫的眼神愈发暧昧。我没有选择故作不懂，而是假装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哄着他喝酒。当然，我也已经在酒里下了一点我的心意。相信我的心意比起气球和玫瑰更能让人终身难忘呢。哄完他去洗澡后，我慢悠悠掏出手机，我拨出去一通电话，很快我想要的人就到了，一位我为席红枫精心挑选的180猛男，一定可以让他在今晚懂得做男人的快乐。红枫哥哥，你一定会很满意吧？不要太感激我。浴室里的水声停下了，我听见席红枫在里面喊：雨薇，我有点头晕，你进来扶我一下吧。我用眼神示意猛男进去。哎，雨薇，你怎么好像高了点，好像还黑了点，不过你的皮肤还是好嫩。关上房门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了很激烈的亲吻声。我的红枫哥哥，祝你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这一天晚上我一夜好梦，直到第二天早上10点才悠悠转醒。我一边检查着发送到我手机里的视频，一边看着席红枫的未接来电。我满意的笑了，但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切还远没结束。比起你们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这还远远不够。我接通了席红枫的电话，电话那一头，他歇斯底里地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装作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样子。红枫哥，怎么了吗？昨天晚上你喝得好醉，一下就睡着了，我不忍心打扰你睡觉，就先走了。发生了什么吗？席红枫原本怒气冲冲，当然，任哪一个性取向正常的男人一觉醒来发现身边躺了个男人，都是会发疯的。可听到我的话，他突然意识到我还不知道他昨晚和男人睡了一觉，而他还急需我父亲的资金，一定不能让雨薇知道。于是他的怒气一下熄火了，急剧的情绪变化让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喘息声，我故意没再继续追问，接着说道：红枫，我想了一下，还好我们昨晚上没发生什么，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先订婚，不然我会没有安全感。席红枫打断了我的话，他迫不及待地回答道：当然，雨薇，我早就想和你订婚了，这样我们才能永远一起下去。只是你爸那边，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他的确是对你有些不满，但我一定会说服他的。席红枫对我肉麻地说道：雨薇，我一定会疼你爱你一辈子。傻瓜，我当然知道。我强忍着恶心应付着他。最后我约他下周到家里来和我父亲正式见一面。电话那边自然是连声应好。挂掉电话，我突然想起上辈子
席洪峰不知道从谁那里知道了父亲对林萱草的偏心，他马上偷偷和林萱草勾搭上了，也得到了父亲的资金援助。可他们是那么贪心，一直觊觎着我母亲留给我的财产，为了这笔钱，一起谋划着将我卖进了大山，让我受尽苦辱。还好老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这一次我必将千百倍奉还。到了我和席洪峰约好的见家长的这天，为了达到最好的刺激效果，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这几天家里一直很乱，林萱草自从上次之后，脸上的斑痕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愈加严重。毁容的事实已经摧垮了他的神经，他不再像从前那样端出一副白莲花的面孔，每天在家里歇斯底里的发疯，尤其是一见到我就疯得愈发厉害。所以这几天我一直住在外面。当我带着席洪峰迈进林家家门的时候，林萱草的身影马上冲到了我们面前，他挥舞着留着长长指甲的手，试图在我脸上也留下痕迹。他尖叫着骂道：林雨薇，你这个贱人，你毁了我，我也要毁了你！我赶紧将席洪峰拉到我身前，我就躲在席洪峰身后。林萱草的指甲精准无误地划伤了席洪峰的脸，他早已被眼前突然发生的这一切吓了一大跳，直到脸上出现刺痛感才让他反应过来。他赶紧一下子推开林萱草，林萱草摔在了地上。席洪峰这时才看清林萱草的脸，他显然又吓了一跳，嫌恶溢满了他的眼睛。我赶紧在这时又浇上一把火。洪峰，要不今天还是算了，萱草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毁容了，他误会是我害的，今天这个情况也不适合谈我们订婚的事。席洪峰怎能错过来之不易的机会，他马上拒绝了我的提议。不，雨薇，没有什么事情能影响我们的订婚，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对你的爱没有什么能阻挡。席洪峰深情款款地望着我说道。我假装满脸感动地扑进他的怀里，并用眼角的余光观察林萱草。自从他被席洪峰推倒到地上，他就似乎是呆了一般，一直坐在那望着席洪峰。当听到席洪峰对我的深情表白时，我明显看到他的眼中划过我非常熟悉的嫉恨。我知道他上当了，也许是林萱草的发疯行径激发了席洪峰的保护欲。他牵着我径直绕过了林萱草，走到了我父亲的面前。伯父，请同意我和雨薇在一起。我站在席洪峰身旁，表现出一副惊喜又害羞的样子。我知道父亲虽然极度偏心林萱草，但他在外人面前十分好面子，他是绝对不允许家丑外扬的。而且席家虽然不算顶级豪门，但在 A 市也勉强能挤入富豪圈子。商场上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要好，并且他也并不希望我嫁进高门脱离他的控制，不然他要如何拿走我母亲留给我的财产呢？果然，父亲虽然沉默了一会，但还是开口道：好吧，既然你们小年轻都已经决定好了，那我也不做那个恶人。找一天我跟亲家见一面，讨论你们订婚的事。席洪峰激动地搂住了我。我偏过头望向林萱草，对她露出得意的笑。果不其然，林萱草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喷出火。林萱草绝对不会放任我得到幸福，她一定会想尽办法破坏这一切，而这也正是我想要的。订婚的安排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就到了正式举办订婚宴的这一天。我打扮齐整地坐在房间里，望着墙上的时钟。还有5分钟，宴席就要正式开始了。可是席洪峰却一直没有出现，眼看司仪快要圆不了场了，我只能先自行出去应付到场的宾客。我假装强颜欢笑地走到台前，突然全场的灯光都暗了下来，台上的大屏幕突然播放出了那晚席洪峰和猛男亲热的视频，全场一片哗然。当然，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我捂住嘴，表现出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然后捂住脸跑了出去。
冲击太突然，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我确认了身后没有人跟着之后，就在花园里慢慢寻找了起来。很快我就找到了我想要的。我等待了一会，听见有人出来找我之后，就刻意哭泣起来。出来找我的人听到声音，很快找了过来。我数了数人数，等到他们靠近我的时候，就跑向之前那个地方，然后大声尖叫：啊，红枫，你和萱草在做什么？那些人都被我吸引了过来。只见花丛中2具白花花的肉体相互纠缠着，正是迟迟未出现的袭红枫和林萱草。我的尖叫并没有让这2人停下，袭红枫似乎疯魔了一般沉浸其中，林萱草倒是清醒着，可她并没有任何害怕与惊慌，反而耀武扬威似的叫得更响亮了。而这正是我期望的。我还注意到袭红枫的身体上长了一些菜花状的凸起，看来之前安排的猛男还带给我一些其他的惊喜呢。就是不知道林萱草发现之后会不会后悔呢？很快大部分宾客都被我的尖叫声吸引过来了，望着眼前糜烂的一幕，大家都沉默了。我看到袭红枫的母亲晕了过去，突然间大家又都慌成一团。我悄悄离开了现场。那一次之后，林家和席家在 A 市的名望都一落千丈。林萱草和袭红枫偷情的事，袭红枫和猛男的激情视频都传开了。林萱草毁容的脸成了富家小姐间奚落的对象，她再也不能成为上辈子那个清纯女神了。袭红枫的双性丑闻也让她在南台起头。听说之前的投资人都从他的公司撤资了，现在的他是债台高筑。但令我意外的是，林萱草竟然和袭红枫宣布结婚了。果然是渣男贱女天生一对。半夜，我突然哭着从梦中惊醒，我又梦到了上辈子被他们卖进山里，在那个挑选女人的小屋子里，很多村民对着被关在那里的女人上下打量。有的甚至是上下其手，忍受过那样的煎熬后，就是被其中一个领回家。运气好的就只是逼着你生孩子，运气差的就是牲畜不如。我一想到那一切，就觉得我现如今的报复还远远不够。我一定要把我遭遇到的千百倍的还给你们。我擦干眼泪，拿出手机，联系上了曾经的童年玩伴辛家的小少爷。辛家是远比林家更有名望的 A 市望族。上辈子因为林萱草从中作梗，我和很多从小玩到大的玩伴们都逐渐疏远了。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怎么记得找我了？你眼光怎么这么烂？你那个前未婚夫也太不入流了。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的声音，让我的心愈发酸涩。上辈子真的错过太多曾经降临在我生命中的美好。我突然很想就此停下，不再沉浸在所谓的复仇当中。但是经历了上辈子痛苦的一切，我的人生只剩下了复仇这一道主旋律。如果不完成，那这再来一次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就此收手，我如何对得起自己？或许我永远也达不到以德报怨的那种高尚吧。沉默了许久，我还是开口拜托他和我假结婚。我知道，如果这个时候我攀上了更高的证，一定能刺激林萱草再次对我下手。我想早点结束这一切了。我通过媒体宣告了和辛家小少爷的婚讯，一切似乎都很平静，但我知道很快就会有什么发生。果然，才过了2天，我就在街上突然被人拽上了车。终于来了，我没有任何惊慌失措，顺从的假装被迷晕了过去。绑匪把我带进了一间村屋，是熟悉的地方。上一辈子我在这里像个货物一样受尽凌辱。我握紧了自己的拳头，我知道待会就会有一堆村民过来竞拍，而在那之前，我需要完成自己的计划。我先观察了一下屋内，只有一张桌子，上面只随意丢了一包香烟。突然，我又注意到了门口摆着一箱水。
我想起上辈子被关在这里的时候，那些人似乎就是喝这些水，也许是觉得我只是个弱女子，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回事。绑着我的绳子并没有很紧，我掏出身上藏好的刀片，一点点割断了绳子。割断绳子之后，我借着屋里的阴影慢慢靠近门口，只有一个绑匪守在门外。我又慢慢挪回了原来的位置，并向窗外投出了一颗石子，吸引他的注意。我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安分地靠在墙上，双手交握在身后，假装被绑着。他先看了看我，没觉得有什么异样之后，他就绕到屋后去检查了。我赶紧掏出准备好的药，注射到他们的水中，但还是觉得不保险，就又返回到屋内，往香烟里也注射了一些药。突然，我听到了逐渐靠近的脚步声，原来是另外2个绑匪回来了。还好我的行动没有被发现，我赶紧坐了回去。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林萱草和席红枫竟也跟着出现了。我本以为他们会像上辈子那样，在村民买走我之后才出现，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早点收拾他们。林萱草一看见我就开始哈哈大笑，他上前拍了拍我的脸，见我一直昏迷着，就更是肆无忌惮的大笑。你林雨薇也有今天，哈哈哈哈！再漂亮又怎样？能嫁进新家又怎样？很快你就只会是个老光棍的女人了。他心满意足的又向绑匪问道：听说你们这村子里还有供妻的习俗？其中一个绑匪语气谄媚地回复道：我们村里穷，没女人愿意嫁过来，谁家娶上了老婆可不是得共用吗？林萱草又笑了起来，这次笑声更加猖狂。哈哈，林雨薇，你就在这里给老光棍们挨个生孩子吧。突然我听见啪啪2声，正当我疑惑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道：红枫弟就说交给你哥哥我没错的，人这不就很顺利的绑到了吗？他接着说道：好弟弟，你什么时候才愿意再满足哥？你的屁股真翘，要不是牢牢记得我现在正昏迷着，我差点笑出声来。没想到席红枫竟成了好弟弟，也不知道他感不感激我。毕竟要不是我，他怎么能体会到做人好弟弟的快乐呢？王哥，先把这个女人给我处理了，再说那些。席红枫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扭曲。急什么？我弟兄正带着那帮村民来呢，跑不了的。我先抽根烟，等会他们就到了。我听到打火机点火的声音。再然后，空气里一股特殊的香味开始弥漫，直到我听见砰的几声，屋里的人都晕倒了。我站了起来，拍了拍沾上灰的手，拿起角落里的绳子，将昏倒了的林萱草和席红枫绑了起来，挪到我被绑的位置，然后从那个王哥身上找出了他的手机，给他在外面的同伙发消息，让他们先出山。等我把王哥几个人也绑好藏起来之后，那些村民也到了。那些人不是说就一个女的吗？怎么多了个男人？这男的也是城里人吧？看着细皮嫩肉的，其中一个村民却说道：再嫩又怎样？又生不了孩子，我反正是只要女的。可是这女的也太丑了，我是下不了嘴，她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吧？管她的，肚皮能用，能生出崽来就行。那确实，生儿子可是头等大事，就忍忍吧。你们不要男的，那让我试试，人再怎么样也比畜生强吧。那些村民很快就像猛兽一样扑来上去。我站在墙角，从窗外注视着这一切。从此以后，他们就是这个村子的人了。终于感到一丝释然，释然之余却又有些不满足。自从重生以来，我一直都为了报复林萱草和席红枫而活。现在仇已经报了，林萱草和席红枫再也不能伤害我了。可是这些村民呢？上辈子我是和一批女生一起被买到这座山里的。买女人早就成为了这些村民娶媳妇的唯一手段。这些被卖的女孩，有的不久就怀上了孩子认了命，有的被卖没几天就被打死了。那些打女人的场面早就成为了我的噩梦。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这里，
那我将永远也走不出这座山。我突然想起上辈子买走我的那个村民曾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过，不听话的女人，我们都会打死之后埋起来，用他们的血肉供养我们的土地，你可得把皮绷紧了，惹恼了我也把你给埋了。我记得那个地方就在村后，我马上赶了过去，没有工具，我就徒手挖，几乎只是浅浅挖了一层，我就挖到了骨头，我就又换了个地方继续挖，又挖到了。看着这些森森的白骨，我感到深深的恶寒和愤怒。我拍下了这里的一切。回到市里之后，我很快联系上媒体。那个村里的事，还有那些照片，在我的努力下，通通见了报，几乎是瞬间就引爆了公众讨论。没多久就成立了专案组，很快，人贩子们通通被抓住了。那些村民也集体被捕了，他们将为自己的杀人行径负上法律责任。那些女孩的亲人们也纷纷赶去了大山，有的人还在，只是被摧残得不成样子，有的只能领回一坛骨灰。林萱草和席红枫也被他们的家人领了回去。听说林萱草已经怀孕了，但却分不清孩子的父亲是谁。我那父亲嫌他丢人，就将他扔在了乡下老家，连带他那小三妈也被我那无情的父亲扫地出门了。林家成了圈里的笑话。席红枫听说疯了，每天摸着自己的肚皮，骂自己为什么不能怀孕。听说他几次想去做变性手术，都被他妈拼死拦下来了。他家的生意也一落千丈，早就连豪门的边都摸不上了。而现在，我终于迎来了真正的重生。